男人点燃雪茄，可他只抽了一口就扔进了垃圾桶里，然后伴随着身后的熊熊大火，他驾驶着汗血宝马潇洒的扬长而去。如果你以为他是在装逼，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下一秒他就主动拨通了消防电话汇报火灾，而仅仅只是这通电话就足以让他狠狠的大赚一笔。只见男人迅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消防服，3下5除2的套在了自己身上，随后趁消防车呼啸而过时，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挂到了车尾上，就这样跟随车子轻松愉快地进入了安特卫普的钻石区。这里是全世界安保最严密的地区之一，可男人不仅光明正大混进去，还非常友好地与保安打了个招呼。紧接着他又来了个完美落地，稳稳地停在大街中央的井盖旁，而这就是他此行的目标所在地。很快男人便钻进乌漆麻黑的下水道，然后利用激光在天花板上画起了圆。没过多久，水泥地就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而男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爬了上去。来到房间后，他二话不说，直接把这里的保险箱炸了个粉碎，漫天的美刀瞬间如雪花般飞舞。可男人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径直奔向保险柜中的一个小盒子。是的，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盒子中的钻石而来。然而奇怪的是，男人并没有用这袋价值连城的钻石大捞一笔，反而只是将其从黑老大的手里交换到一张小纸条。下一秒，他便毫不犹豫地将纸条上的坐标发送了出去。紧接着，坐标上的黑帮大本营就被炸成了渣渣灰。原来事业是中情局的一名老特工，今天是他在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任务。原本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只要再干掉眼前的黑帮大佬便大功告成，却不料因为一个意外，对面的大佬突然察觉到不对劲。Why is it beating on the diamonds? This is a plastic residue from an explosion. No, you're mistaken. You don't own a diamond concern. These are stolen. Why did you lie about who you are? Who are you really? 话音刚落，师爷就被几名手下架了起来。随后从他的口袋里，对方很快便搜出一颗小药丸。What the hell is that? Cyanide. In case I get caught. CIA? 面对大佬的提问，师爷也没藏着掖着，直接表示自己这次的任务就是拿到坐标，然后杀光他们所有人。但既然现在任务失败了，那他只能吞下小药丸了结了自己。大佬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于是立马便成全了他。眼看师爷毫不含糊的一口吞下药丸，甚至还用酒顺了顺肠子，大佬非常满意的举起了酒杯。可是两人面面相觑等了半天，大佬都没看到毒发反应。 Come to think of it, I might have taken the antidote. 不等大佬反应，师爷迅速拿起自己的酒杯喷洒起了毒药，随后他一把抓起身边卡拉咪的手枪，对着外面赶来的卡拉咪砰砰一顿射，最后拿起桌上的刀子，直接便嘎了旁边卡拉咪的腰子。完事以后，他还不忘薅走桌上那一大袋价值连城的钻石，毕竟干完这一票自己就要退休了，必须为将来的生活考虑考虑。转眼师爷回到了自己位于纽约市的家，见到许久未见的宝贝女儿，他开心的像个76岁的孩子。可没想到才刚享受完1分钟的天伦之乐，下一秒就听到女儿即将前往哥伦比亚出差的消息。虽然舍不得这么快分离，但师爷还是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她的骄傲之情，因为自己的宝贝女儿不仅颗颗都奶，而且还是首席大提琴手。最重要的是，她从来都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不管在哪个方面都完美的无与伦比。 It's one more reason to be so proud of you. 然而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这些骄傲马上就会被彻底颠覆。第二天，师爷回到中情局办理退休手续，不料联络人小黑却并没有喜滋滋地与他告别，反而还一脸严肃地关上了门。We're going to lose an operative. Who? Codename's Panda. Been embedded in Guyana for a while now. 小黑表示对方潜伏在当地最大的军火组织，紧接着便亮出了组织老大的照片。然而看着屏幕上笑容灿烂的脸，师爷瞬间认出，这不就是25年前被自己干掉的那个混蛋吗？ Not him. His son. Bora? Seems Papa's never motivated him. Dedicated his life to finishing what Daddy started. 闻言，师爷立马表示这不可能，因为25年前就是自己亲手把他送进了伦敦的寄宿学校，并且还告诫他大学一定要读商科，这样他就会走上和爸爸不一样的道路。 You got half of what you wanted. Graduated high school at 16, Oxford at 20, MBA from Wharton at 22. 但小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爸爸的军火事业筹集资金，并且在他青出于蓝的运作下，如今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且他还成功完成了父亲进行到一半的研发项目。 With this suitcase nuke, complete with the reflector of beryllium to reduce fissile material mass, thereby making it WMD. It can be taken anywhere. 因此总部需要一个受波罗信任的人马上去到他的身边，在救出熊猫的同时拿走这个极度危险的杀伤性武器。而师爷作为曾经照顾和资助过他的好叔叔，是这项任务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结果正如总部所料，一见面，波罗就给了亲爱的芬恩叔叔一个大大的拥抱。他不仅没有对师爷的突然造访产生丝毫怀疑，反而还热情地带他参观自己一手打造的军火王国。最后，波罗将车停在手下的雇佣兵的营地前，因为这里有一个供士兵们发泄情绪的原始擂台。 Good. Danny's fighting. Wow. Packs a big punch for the little guy.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buddy. Danny is not a guy.
话音刚落，一个叼着华子痞里痞气的女人出现在他们眼前。然而在看清对方的脸后，师爷顿时瞪大了双眼。Holy shit. Holy shit.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那个不抽烟不喝酒不讲脏话的完美女儿。看着眼前这个与自己的认知截然不同的假小子，师爷瞬间怀疑人生。 How's my ass taste, bitch? 在等到艾玛轻轻松松赢下了擂台赛后，波罗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起身边亲爱的芬恩叔叔。然而看着眼前熟悉无比的老父亲，艾玛同样一脸的不可置信。于是二人各自强装着镇定，听完了波罗一长串的人物介绍。Nice to meet you. I liked your shoulder trick. Yeah, I've been working on it for 6 months. Careful. I know someone that hurt their shoulder roller skating. Never got better. 两人就这样揣着明白飙起了演技，直到波罗离开才终于不装了。 Come with me. 原来在艾玛的认知里，爸爸只是个卖健身器材的小商人，而爸爸所了解的女儿，则是个水利工程领域最优秀的工程师。这么多年以来，两人一直都在彼此欺骗中度过。而小黑作为唯一一个知道俩父女真实身份的人，此时看着屏幕上师爷打来的电话，已经慌到不行。 You knew Luke Brunner's daughter was a spook, and you didn't tell him? 原来艾玛就是这次的营救目标。小黑不敢说出真相，是害怕师爷会当场暴走，但终究还是纸包不住火，自己瞒下的真相还是要自己面对。 My daughter's in the CIA. Hey, buddy. Uncle Barry? Hi, pumpkin. What the fuck? Hey, what's your language? 然而艾玛此时已经彻底暴走。 Fuckity fuck asshole fuck! 事已至此，小黑干脆将所有的事实全部坦白了出来。原来是总部看上了艾玛无与伦比的特工气质，于是伪造了一个心理学测验考核她的能力。而结果不出意外的，艾玛拿到了中情局史上最高分，并且不管是她的智商还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远超凡人，天生就是快当特工的料子。毕竟她是超级特工事业的孩子。为了确保父女俩不会相遇，总部特地安排他们做了10年外勤特工。 What is he doing here? You've been compromised. 小黑表示，凌晨4点有个军火商会到营地揭穿你的身份，因此你的爸爸是去救你的。 I have been working this case, sweating my ass off in this place, and he's gonna extract me? The hell you so mad about? I should be mad at you. You've been lying to me for the last decade. And you smoke. 但师爷自己却骗了女儿一辈子，结果父女俩自然是又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不过吵归吵，闹归闹，该办的正事还是得办。到了凌晨时分，两个卡拉咪开车去接落地的军火商大佬，不料走到半路，却看到一头母牛堵在了路中央。于是二人当即下车，准备搬走母牛，继续赶路。可刚一凑近，在干掉了这两个卡拉咪后，父女俩开着他们的车去接军火商大佬。一路上，二人一边赶路，一边继续吵得不可开交。哪怕看到军火商在面前招手，他们也并没有停车熄火的意思。但没想到对方的命有点硬，撞成这样还能挣扎着起来。于是师爷二话不说，又是一脚油门杀了个回马枪。而外面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妨碍父女俩继续争吵。 I'm talking about the bodies. Do you want to run the show? Then run the damn show. Fine. We throw him in the back and ditch him in the rice paddies. It's off season. No one goes near this one. 本以为灭了军火商的口，两人就可以在营地里高枕无忧地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可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波罗就带着手下找上了门。原来他们已经发现军火商失踪了。而通常情况下，新来的人总是最可疑的。师爷正想说点什么糊弄过去，却不料下一秒就被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打断了说话。而在他身后的河流里，正漂浮着昨晚被父女俩干掉的3具尸体。当看到其中一具尸体的脖子上清楚地留着师爷独创的垂直割喉法的伤口，波罗的小肺管子顿时就气炸了。男人只是打了通电话，下一秒4个黑帮小卡拉就听到仓库里传来急促的滴滴声，意识到手提箱里的炸弹快爆炸了，他们立马吓得拔腿就跑。可殊不知，这个倒计时装置正是男人用黑科技伪造的。在顺利的拿到核弹手提箱后，师爷赶紧带着女儿逃离黑帮营地，却没想到察觉到被骗的小卡拉很快就开着枪追了上来，眼看不长眼的榴弹擦伤了宝贝女儿的手臂，师爷瞬间大怒，马上举起小手枪和后面的卡拉咪疯狂对射。怎料汽车颠簸影响了自己的发挥，当年的神枪手秒变人体描边大师，于是师爷干脆趁对方换弹夹时，直接一个箭步扑过去，把枪手卡拉扔下了车，随后调转枪头。开车卡拉见状正想掏枪，然而师爷根本不给机会，直接一把扯起衣领，紧接着便是一顿铁拳输出。可就在这时， That was her violin bomb. 在成功的让开车卡拉睡过去后，师爷顺利的带着大家来到营地外的临时机场。他本想打个电话催一催前来接应的中情局同事，但还没来得及接通，黑帮的追兵已经先一步包围了上来。面对这个自己曾经是做慈父一般的好叔叔，被伤透了心的波罗一脸委屈，哭唧唧的质问他究竟是谁。见他不吭声，波罗直接命手下劫持了师爷从营地里救出来的小女孩，表示不说的话就给他来上一枪。 And it'll be your own doing, not mine. You hurt a little child. You're a coward.
just like your father. 事到如今，师爷也懒得再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告诉他，当年你的爸爸就是被我扔下了悬崖。I knew you were stupid, but my God, a terrain you walked 1,000 times, firm soil,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 earth gave away on the ridge? Bullshit! I held him by his collar over the edge. He was crying like a little baby. He was begging me for his life. Even pissed himself. I will torture you all! 波罗瞬间暴跳如雷，马上恶狠狠地扬言要杀了这里所有的女人和小孩。可在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后，他又立马委屈起来。Why in God's name would you tell me what you did? To buy time. 众人闻言回头一看，这才发现是中情局的支援赶到了现场。地面上的卡拉咪瞬间大乱，赶紧对着天空胡乱射击。可他们的武器在全自动霰弹枪面前根本不够看，没过多久便被打得溃不成军，四散而逃。师爷见状，火速捡了把枪加入战斗。而直升机上的两人更是大爽了，甚至连一向坐在幕后的技术宅小黑也狠狠地过了把瘾。You better run! Oh no! 可不料，就在他们忙于乱战时，狡猾的波罗趁他们不注意开上车，脚底抹油了。而他潜逃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上司那里，意识到对方一定会卷土重来，上司当即决定让师爷和艾玛继续合作跟进。但结果不出意外的，他们的要求立马便迎来俩父女异口同声的反对。Judas, can't believe I took your name in my confirmation. Emma Bartholomina Bruno. You take that back? 比起年轻气盛的艾玛，师爷的脾气显然要好很多。I don't think this is gonna work. I feel like I don't even know her anymore. 然而小黑不愧是他相交多年的老友，立马便从刚才的话里抓住了重点。他随即表示和女儿一起拯救世界，就是帮助彼此增进了解的最好方式。果然在听完他画的大饼后，师爷当即便心动无比地答应了下来，甚至还亲自和女儿来了一场父女间的真诚沟通。好说歹说，才让艾玛终于同意跟自己合作。第二天，中情局查到在哈萨克斯坦有一辆磁悬浮列车，将会运输一车满满的核废料到他们的长期储存点，而这次装运的材料正是波罗制造便携式核弹所需的铯137，并且车上的量足以装满一整辆油罐车，其威力大到让一个大城市发几十年荧光都不成问题。他们知道这么好的机会，波罗一定不会错过。不出意外的话，他绝逼会去打劫这辆列车。根据分析，师爷认为他们会在哈萨克山的转弯处强制停车，随后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把核废料吸入油罐车，然后跑得无影无踪。原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辆货车，他们想要阻止打劫非常容易，可偏偏麻烦就麻烦在这辆装满核废料的列车上竟然还有乘客。为了不引起人群恐慌，师爷和艾玛只能乔装打扮混上列车，随后默默观察四周是否有风险存在，因为他们知道以波罗面面俱到的性格，一定会在这辆车上安排内应。很快，艾玛就锁定了斜后方正在吃三明治的男人，他的双手指关节有擦伤，很可能是个打手，而且他的三明治里还夹着培根。要知道哈萨克人从来都不吃猪肉，于是艾玛二话不说就打算去制服对方。然而谨慎的师爷却并不赞同，他认为应该再观察观察，如果轻举妄动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可还没等他观察出什么，列车便已经呼啸着从他预计的停车点疾驰而过。 Why aren't we stopping? Hey Barry,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Not sure. You're through the pass, buddy. 而就在他们一脸懵逼之际，突然波罗的直升机堂而皇之的飞了过来。师爷见状，立马意识到列车即将遭遇袭击。可就在他忙着向团队预警时，对面的艾玛也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只见刚才那个吃三明治的男人，此时已经不知所踪。男人惊讶地发现，一架企图打劫列车的直升机正在飞速逼近，然而他却丝毫不慌，立马来到高速飞驶的磁悬浮列车的车厢外。此时，一名恐怖分子正在卖力地连接管道。男人见状，二话不说，直接悄悄地往他身上射了一枪。可不料下一秒，他便迎来直升机上猛烈的子弹攻击。而更棘手的是，此时对方正在通过管道抽取列车上的核废料，只需要短短12分钟，他们就能将油罐彻底抽空。这也意味着恐怖分子很快就能获得制造核炸弹的终极材料，留给他们拆出管道的时间不多了。艾玛闻言当即拿出手枪，准备出去击落直升机。然而他的计划马上就被指挥部的眼镜妹否决，因为列车即将经过农田，而他们所在的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如果核废料喷洒到几公里外的土地上，那么这片土地几代人都不能再用了。We got to think this through. We can't be hasty. If we cannot disconnect the hose, then we make them want to do it.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该怎么做呢？ We speed up the train. You're right. What's the Chinook helicopter's top speed? 188 miles per hour. If the train goes faster than that, they'll have to detach the helo. Otherwise, they'll spin out of control and they'll die. 很快，眼镜妹便查到他们所搭乘的磁悬浮列车在极速情况下可以达到430公里每小时。于是父女俩风风火火地冲进驾驶室，要求一脸懵逼的司机马上提速。然而本着保护乘客安全的原则，对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眼看司机不肯配合，没时间解释的两人只能上一点硬菜。下一秒，
但很快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没了司机，他们要怎么让列车加速？好在这时眼镜妹查到一个新方案，她看到物理学上说磁悬浮的磁铁越冷，列车的速度就越快，所以只要给系统注入足够的冷却剂，就能将列车的速度提升起来。闻言，师爷立马便打开了冷却系统的盖子，但这时胖妹提醒他一定要控制好冷却液的比例，因为如果加的太多导致速度过快，列车会刹不住车撞上站台，而如果速度太慢，恐怖分子就会得到核弹材料。 How many coolant valves do I need to open here? 可就在胖妹紧张的计算数据时，意外却发生了。All right, I opened door 4. What? Why did you open 4? Because you said 4. I didn't say anything. Barry said 4. I was talking about Donatello. He just took 4 Viagras. 原来为了追回离婚多年的前妻，师爷让小黑黑进了他的现任男友的电脑，以便他能够时刻监视情敌，并在关键时刻及时出手破坏他们的约会。但好巧不巧，对方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接到了前妻的约会电话，得知爸爸竟然在监视妈妈的男朋友，旁边的艾玛瞬间大怒。 You always have to control things, and now you put the mission at risk so you can stalk mom's boyfriend? 不过好消息是，外面的直升机跟不上列车的速度，已经成功断开了连接，也就是说恐怖分子肯定没有获取足够的核弹材料。但不等他们高兴，显示屏上飙升的车速瞬间将他们打回了现实。 You overcooled the maintenance. The train is going too fast to stop. When it reaches the depot in Nur Sultan, everyone on board and half the town will be killed. 虽然还生着爸爸的气，可是到如今艾玛只能赶紧和他商量如何补救。他想到，既然冷却磁铁会让列车加速，那如果倒点热的东西进去，是不是就能让列车减速？答案是肯定的。但问题是，现在的加热材料只有列车上的核废料，所以他必须爬到车厢顶部去拿那条连接着油罐车的管子，而外面的风力足以把他整个人都吹下去。师爷怎么可能让他出去送死？ We can't do nothing! 关键时刻，师爷想到一个办法，他拿出带来的2件磁铁背心，一人一件分别穿上，这样他就可以攀在天花板上，利用磁力保护女儿不被吹走。然而临近目标，艾玛发现管子在空中飘来飘去，她必须和爸爸解开磁铁吸附，才能跳上去抓住管子。这可把师爷纠结坏了，他怎么舍得让宝贝女儿冒这种险？可架不住女儿的强硬要求，最终也只能咬了咬牙配合她的行动。好在父女俩配合默契，师爷赶在艾玛被吹走的瞬间及时接住了她。 I got you, baby. I got you. 很快，他们便将管子接进了冷却系统旁的燃料阀，而列车也随着磁铁的温度升高持续减速，最终在进入城镇的那一刻，稳稳地停在了站台前。一场核污染危机就此解除，但对于师爷父女的考验却远没有结束，因为自己的计划3番5次被破坏。此时躲在秘密基地的波罗已经彻底震怒，他调动了手下所有的黑客，发誓要揪出这2个欺骗自己的美国骗子。与此同时，不死心的他还绑架了一名研究强化裂变核材料的科学家，准备利用抢来的一点点核废料，继续研究制作他的便携式核炸弹装置。科学家表示，虽然他的材料能用，但其中的核能力已经大大削弱，所以他需要一个小型核反应堆进行强化。然而这并不是从大街上能随便找到的东西。 I found you on this truth. You worry about the science. Let me worry about getting you what you need. 可他到处寻找设备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中情局的耳朵里，于是他们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将自己手里的小型核反应堆当诱饵，把波罗骗出来搞个瓮中捉鳖。但为了能顺利的联系到他，中情局必须找一个波罗认识并且信任的中间人，并且他们还要将小型核反应堆交到对方手里，所以这个人也必须是自己能信得过的。 We need the Great Dane. Yes. Yes. I love the Dane. Good ideas. Alright, who's the Great Dane? 原来这是他们认为最可靠的黑市中间商，他不卖武器，而且从来都信守承诺，是这次任务的最佳合作人选。可在调查了丹麦哥的行踪后，他们发现此时他正以化名被关在土耳其的一所监狱里。虽然国务院已经尽力沟通，但土耳其政府并没有理由帮助他们。 So we have to break him out. 然而丹麦哥所在的监狱每天早上都会点名，所以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和波罗的会面，随后在下一次点名前把人送回去。为了防止狱警起疑，他们还必须找个人进去牢房替他。而全场最合适的人选只有眼镜妹和小黑。就在众人讨论该派谁去的时候，对眼镜妹有一点小心思的小黑主动站了出来。 I'll do it. What? Why not? Uncle Barry, it's not safe. You have a heart condition, and you're ill-equipped to do the job. 但为了在女神面前充当一把男子汉，小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揽下了任务。然而说归说，真正要做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 How could you let me agree to doing this? But then why would you volunteer? Whenever you like somebody, you start getting all nervous. Then you do stupid things. 关键时刻，善解人意的艾玛贴心的站了出来，表示如果他真的后悔了，自己可以代替他去。小黑见状，立马如释重负的疯狂点头。可他刚想回应一个击掌，下一秒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No! Get me out of this! Good old Dane switch.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I did. Relax. Think of it like a baby one, huh? 就这样，小黑在一脸生不如死的表情中，被他们强行绑上了降落伞包，随后伴随着杀猪般的尖叫，和师爷一起跳下了飞机。
男人看了一眼乌漆麻黑的通风管道，随后便一言不发地钻了进去。可没想到管道的高度远超他的想象，下一秒他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而这并不能阻挡男人前进的脚步，很快他又在狭窄的管道里爬了起来。这时同伴告诉他，前方将有一个很短的下降通道。可他话音刚落，然而你以为他在找什么金库的入口吗？并没有。只见男人拿出一管牙膏，小心翼翼地挤进墙缝里，随后在上面倒入硫酸，一块石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卸了下来。Hey, GD。是的，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代替里面的兄弟坐牢。很快，丹麦哥便沿着小黑进去的路线来到了出口，在呼吸到外面的自由空气的那一刻，他的嘴角顿时笑得比 AK 还难压。但中情局之所以救他出来，自然是有条件的。We want you to sell something to Bora Bologna, and in exchange.You stay free, and you get to see the son that you've never met before. 虽然丹麦哥和波罗有几分交情，可这点交情跟亲生儿子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此并没有过多犹豫，他直接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在来到中情局的秘密安全屋后，丹麦哥拨通了波罗的电话，声称自己手上有一个小型核反应堆正在寻找买家，而这正是波罗在苦苦寻觅的东西。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马上就约定在明天早上7点见面交易。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失业妇女连夜将交易的设备搬上了车。本以为这次的诱捕行动万无一失，不料却因为艾玛的未婚夫打来的一通电话，则差一点让他们的全盘计划功亏一篑。原来自从看到女儿接受了男友的求婚后，事业内感觉被偷了家的老父亲心态便瞬间爆炸。他总觉得未来女婿那种山炮美术老师根本配不上自家漂亮优秀的宝贝女儿。然而他的一再干涉，却让很有主见的艾玛相当恼火。就在父女俩争执不下之际，两个偷车贼悄咪咪地摸到了车上，随后在他们一脸懵逼的目光中，带着至关重要的小型核反应堆扬长而去。We are totally fluffed. 找回设备需要时间，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与波罗的交易需要推迟。但棘手的是，在牢房里替换丹麦哥的小黑却等不了这么久，因为监狱每天早上都会点名，一旦调包的消息被公布出去，波罗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这是个圈套。没办法，他们只能执行 Plan B。于是刚刚才享受到外面新鲜空气的丹麦哥又被马不停蹄地送回了监狱。而另一边，事业和艾玛很快就查到了偷车贼的老巢，于是二人立马全副武装，随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杀了进去。虽然他们是两父女，但打架的风格却截然不同。这边师爷正在谨慎地观察局势，艾玛已经不要命地冲了出去，一副勇猛的样子，就连旁边的老父亲都看傻了眼。而就在他一脸懵逼之际，宝贝女儿已经风风火火地杀到了一名小卡拉眼前。这时两个小卡掀翻了桌子一通猛射，于是师爷赶紧帮女儿打掩护。虽然对方火力凶猛，但枪都是人体瞄边，两父女则越战越勇，很快就把场内的卡拉米清理了大半。不料趁师爷换弹夹时，有个小卡背后偷袭，艾玛见状赶紧抽出刀子甩给爸爸，于是师爷拿起刀子往后面就是一个猛扎，而随着偷袭卡拉当场立粉，两父女的清理行动也进入了收尾阶段。看到核反应堆完好无损，两人总算是放下心来。但这时师爷又有新的担忧，看不到丹麦哥，狡猾的波罗一定会起疑。I mean, I know Bora well enough that if he doesn't see a dude showing up that looks like Zach Kalivanakis, he's gonna drive right by. You got to prove to him that the great thing is there. 话音刚落，一个一头卷发、留着络腮胡的卡拉咪出现在他们眼前。于是他们当即给他收拾干净，带到了波罗的交易现场。伪装成丹麦哥助理的小帅表示，老板在运货途中感染了病毒，不能靠近。但多疑的波罗可没这么好忽悠，他看到假丹麦哥那黑了8个度的皮肤，立马便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艾玛赶紧指导小卡拉比出丹麦哥标志性的手指枪。然而他显然没有领会。看到对方比出了熟悉的手势，波罗总算放下了戒备。可就在他示意手下开箱验货的时候，突然发现丹麦哥的腰子上渗透出血迹。Don't open the box! 眼看中了圈套，波罗丢下了手下，拔腿就跑。怎料他已经中了箱子里的麻醉针，没跑几步便晕了过去。而这边的手下也在小帅的铁头攻势下，很快就安详地睡了过去。本以为抓到了波罗，师爷终于可以安心的退休了。可不料刚回到中情局总部，上司就表示波罗和多个恐怖组织有关联，并且其中有很多人都想买他的便携式炸弹，因此他们必须顺藤摸瓜查到这些背后的买家。而师爷和艾玛作为团队中最了解波罗的人，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审讯的任务。本以为要费一番刑讯逼供的手段，可没想到不等爷俩开口，波罗便主动提出要配合他们找到这些买家，但条件是不能动他的资金，并且必须将他软禁在波拉波拉岛上，还有他的脚踝定位环要能防水，因为他想时不时的去海里浪浪。这么离谱的要求，你以为师爷会答应吗？他还真的答应了。 Now, talk. The buyers and I communicate via an encrypted dark web message board. They're pinged once I upload an authentication video of myself.
the bomb to prove its operation. How do you prove its operation? 波罗表示这点不用担心，因为他的买家会通过卫星追踪炸弹的核特性，只要自己的视频一经上线，感兴趣的买家就会回复一个冰块表情符号。You track their IP addresses, exact locations, commence raids. I promised you whales. My customer list. 很快，中情局便将波罗带到一个秘密仓库，完成了视频录制，并将其上传到了暗网上。本以为这次可以将恐怖分子一网打尽，可他们还是低估了波罗的狡诈。No one here. Place is empty. They're all empty. Uh-oh. 没错，他们等来的并不是波罗的买家，而是前来营救他的手下。毫无防备的师爷等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但让波罗趁乱逃走，还眼睁睁看着他带走了好不容易缴获的核弹手提箱。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得知消息的白宫瞬间震怒，于是上面立马改变了行动目标，要求师爷的团队直接消灭波罗。但在追踪了对方的位置后，他们发现他已经躲到了某共和国的秘密基地。鉴于美国和那里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只能采取秘密潜入的方式开展行动。Find the suitcase and fix and finish Bora. 男人偷偷钻出下水管道，随后潜入基地搜寻恐怖分子的踪迹。可没想到，刚到半路就听到身后传来动静，于是他赶紧一个侧身寻找掩体。下一秒，一名小卡拉便小心翼翼摸了过来。本以为男人一定会暴露无遗，可谁知。但他丝毫不敢放松，因为紧接着便有一名卡拉咪悠哉走了出来。看到同伴直挺挺地睡在地上，他立马端起了步枪上前查看。可要说他警惕吧，他竟然连旁边这么大个人都没看到。于是师爷二话不说，便送了他一份见面礼。然而刚解决掉这边的卡拉咪，后面又有一个人打着电话走了出来。定睛一看，来人正是师爷这次的行动目标波罗。而巧合的是，此时的波罗也正在怒气冲冲地寻找师爷的下落。 You looking for Finn Haas? He's right behind you. 师爷本想一枪毙了眼前这个步入歧途的养子，可当他看到波罗并没有反抗，反而乖乖地举手投降时，他那颗老父亲的心又再一次软了下来。就在他短暂的犹豫之际，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一时仁慈不但让他错失消灭波罗的最好机会，还让他的女儿落入命悬一线的危机之中。因为就在他与波罗的手下纠缠之时，另一边的艾玛却恰好偶遇了落跑的波罗。在沿着对方逃跑的方向追上去后，艾玛看到了波罗留在地上的核弹手提箱。可正当他四处寻找对方的踪迹时，狡猾的波罗趁其不备扑了上来，二人瞬间扭打在一起，而艾玛的手枪也不慎脱手。面对眼前这个曾经无比信任的得力部下，波罗没有丝毫手下留情。说完，他便准备直接掐死他。然而这时，另一边却突发变故。只见师爷三下五除二将波罗的手下干翻在地，可没想到对方一个转身就拿起旁边卡拉咪身上的手雷，随后拉开引线，二话不说便扔到了师爷手里。但本着不能随便收礼的原则，师爷赶紧原封不动地扔还给他，怕他够不到，还相当贴心地推了一把。不料爆炸的余威瞬间冲击到这边的艾玛和波罗，随着地下基地的坍塌，两人的出口被彻底堵死。艾玛本想呼叫团队支援，却发现通讯器已在冲击中损毁，于是被困在密室里的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与波罗单挑。可才过了短短2个回合，他便被对方的一铁杵敲翻在地。眼看自己不是波罗的对手，艾玛突然急中生智。Look, there's smoke. 本以为他要玩那套声东击西、趁机偷袭的把戏，却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真心诚意地提出与波罗合作。因为此时外面到处都是明火，而波罗的核弹手提箱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旦里面的黑火要被点燃，那他俩都会立马完蛋。As much as I would love to kill you right now, we need each other. 如今唯一的办法只有二人通力合作，建造一个脚手架爬到上面的通风口，他们才有机会赶在核弹手提箱爆炸前，通过上面的通风管道逃出升天。虽然不怎么信任艾玛，但眼下波罗也只能答应与他合作。God help you if you're playing games. 然而正当他们合作搬起死沉的钢制柜时，上方突然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仔细一听，原来是到处寻找女儿的师爷正在发送摩斯密码。但在听清爸爸传递的信息后，艾玛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按照地下热能的飙升速度，距离核弹手提箱爆炸只剩下最后10分钟。What do you say? You should shut up and get back to work so we don't die. Let's go. 没办法，他们只能加快速度把梯子堆高。等好不容易到达出口时，留给他们的时间也只剩下最后3分钟。这时师爷要求先把艾玛送上来，随后对波罗承诺自己一定会救他。可在宝贝女儿顺利上岸后，这个老六却立马改变了主意。 Sorry, I can't let you come after her. You can't do this to me, Finn. I was like a son to you. You were like a son, but she is my daughter. Goodbye, Bango. No. 而随着父女俩加快脚步逃离，后面的通风管道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化为虚无。不出意外的话，下面的波罗肯定是必死无疑了。于是顺利完成任务的师爷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提交了退休文件。接下来他要彻底告别特工身份，全心全意地把即将再婚的前妻追回来。然而他真的可以如愿吗？
下一秒，波罗的手下突然手持武器闯了进来，在场宾客瞬间大乱。此时艾玛再也顾不上隐藏身份，直接拿起手枪与对方激情互射，而师爷更是尽显老特工风采，但无需发一枪一个小卡拉。可谁知刚解决掉这批打头阵的，后面立马又刷新2个新的卡拉咪，于是艾玛干脆脱了高跟鞋，悄无声息地摸到这个疯狂突突的卡拉咪脚下，随后捡起掉落的装备，瞅准时机给爸爸做掩护。师爷则趁机绕到卡拉咪身后，往他光秃秃的后脑门就是砰砰几枪。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It's safe. 但他话音刚落，波罗便挟持着前妻走了出来。原来命大的他不但没死，还在2天后被手下挖了出来。可因为遭到核辐射侵袭，如今的他也只剩下半条命了。而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亲眼看着师爷和艾玛这2个背叛自己的人死在面前。 The two of you, the two liars, face each other, take your guns, and point them at each other's heads. 表面上，父女俩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将枪口指向了对方，而师爷更是抓紧临终遗言的机会，对前妻来了一场深情表白。可波罗不知道的是，师爷和前妻之间有暗语。只见得到提示的前妻立马拿出师爷的勋章，狠狠地扎向波罗的大腿。随后，父女俩同时调转枪口，毫不犹豫地清空了弹夹。狡猾的波罗终于死得不能再死。然而，一切真的可以就此结束吗？当然不可能。Hello. You've all been burned. 原来是总部的眼镜妹打来电话，他表示波罗已经将师爷团队的真实信息卖给了他们多年来收拾过的无数个坏人，因此他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辆面包车，接下来等待着所有人的将是满世界无休止的逃亡。